大家好，我是威廉。提到台湾采购海马斯系统这件事，在军事圈早就不算新闻了。那几台外表看起来方方正正，甚至有点像普通商用大货车的美制装备，也是正式现身台中。而这款被乌克兰士兵封为战神的海马斯系统，对于台湾的不对称作战，到底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我们拿到海马斯就是神器到手，高枕无忧？但另一派网友会说，拜托，那不就是几台卡载大炮吗？我们国造的雷霆2000也不差啊，干嘛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个？其实大部分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关注威廉的朋友们，更多是想要深入了解武器背后的逻辑或是故事。当我们真的翻开那份沉甸甸的军购合约，仔细算算背后的这本账，大家一定会发现，这件事绝对不是又买了一件先进武器那么简单。111套发射车，8000多枚导向火箭弹，500多枚战术飞弹，这背后展示是台湾国军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火力重组。今天威廉不跟大家谈政治情怀，我们直接直球对决，从工程参数、国防预算账本以及战术数据链这3个维度，看看这笔花了我们几千亿台币的超级大单，到底会如何重新定义台海的博弈规则。威廉和大家探讨第一个重点是，这笔钱到底跑去哪了？很多人之前在网络上很焦虑，说美方取消了 M109A6 自走炮的军售案，是不是在搞武器降级？其实如果你看懂海马斯的这波操作，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甚至带点捡漏性质的战略转型。首先，为什么要买到111套？其实最早的红雷专案原本只打算买11套海马斯，那时候它只是个配角，用来补齐远程火力的短板而已。但到了2022年，自走炮订单出了变数，高层反应极快，直接把预算转过来加购了18套。紧接着在2025年的大型军售案中，又一口气追加了82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111套。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概念，威廉帮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规模意味着在美军本土之外，台湾将成为全球海马斯部署密度最高的装备方。我们不再是把它当成特种武器在用，而是要把它普及到每一个军团，让它成为陆军炮兵的绝对主力。为什么要放弃自走炮，拼命加码海马斯？这本账得这么算。传统的自走炮，比如 M109 系列，强在持续的弹雨压制，但在台海这种狭长的环境下，阵地战是对防御方最不利的。如果你在岸边摆一排大炮，哪怕射速再快，只要你一开火，对方的反炮兵雷达几分钟内就能锁定你。而海马斯是什么？它是一台具备高机动性的火力输出点，它带来的武器不只是车，还有那几千枚导向火箭弹。以往我们要打掉一个掩体，可能需要一整个炮兵营齐射好几轮，那得暴露多少阵地？现在海马斯一枚精准导引火箭弹，透过 GPS 定位，直接就顺着对方的漏洞钻进去，这就叫以质换量。这111辆车平时分布在全岛各个隐蔽角落，甚至藏在民用仓库、桥下掩体或隧道里，这种化整为零的生存率，远比一堆笨重的传统大炮要高得多。所以算下来，海马斯虽然单价贵，但它的战场消费比其实更高。再看看弹药清单，这次不光有8000多枚精准火箭弹，还有504枚陆军战术飞弹。以前陆军最远的拳头就是雷霆2000，打个45公里已经是极限了。但现在这款战术飞弹射程从300公里起跳，最新的增程型甚至能摸到500公里。除此之外，这款飞弹的战斗部重达500磅，而且它不是慢悠悠的巡弋飞弹，它是弹道飞弹。它在末端俯冲时的速度超过3马赫，从发射到命中300公里外的目标，只需要短短几分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方的防空系统从雷达发现，系统计算到发射拦截飞弹，只有不到60秒的反应时间。在这种物理极限面前，任何反应慢一点的防御网都会像纸糊的一样被撕开。这就是海马斯真正能够掌控战场的威力。这意味着国军的火力圆心直接从家门口扩张到了海峡对岸。这不只是武器更新，这是战略思维从滩岸歼敌向源头打击的根本转变。讲完了规模，我们来讲讲海马斯本身。很多人会说，威廉雷霆2000不也是卡车载火箭吗？为什么非得买美国的？关于这一点，威廉实话实说，武器好不好用，不看长相，要看里面的设计逻辑。海马斯跟雷霆2000之间差的不只是制导系统，更是整套作战理念。海马斯用的是中型战术车组5吨级重型战术车底盘，跑得快只是基本，它的核心是高度自动化的定位与火控。在现代高强度对抗中，反炮兵雷达从发现你发射到实施反击，通常只有3到5分钟。海马斯的生存设计是停车放下支架，电脑自动结算，射击收起支架，立刻开走，
全过程压缩在几分钟内。等对方的反击火力飞过来的时候，海马士早就消失在下个路口了。这种快节奏的打完就跑，雷霆2000目前确实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此外，模组化装填的差距也是威廉最想强调的细节。大家看，雷霆2000装弹需要用吊车把发射管一根一根或一组一组吊上去，这个过程非常费劲，通常需要15到20分钟，而且现场动静大，操作人员多，简直就是无人机的活靶子。而海马士呢，它采用了整体模组化吊装，它的发射架自带收缩吊杆，装弹的时候就像抽屉一样，整盒弹药直接一拉一锁，插上电源收工。熟练的操作小组只需要2到5分钟就能完成。在战场上，这多出来的15分钟就是生与死的距离。海马士能在1小时内打出更多弹药，同时暴露时间更短。这种设计上的差异是美军用无数实战血汗换来的经验。再聊聊弹头，雷霆2000强在面覆盖，也就是弹幕洗地，而海马士强在单点杀伤。它的火箭弹每一枚都自带 GPS 与惯性导航，误差小于5到10公尺。这次清单里还有一种叫 AW 替代弹头，它不是靠传统大爆炸，而是在目标上空引爆，瞬间释放 18.2万颗预制钨合金破片，像暴雨一样覆盖足球场大小的区域。这对于雷达天线、防空阵地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再加上300公里射程的战术飞弹，这让海马士变成了一种陆基精准导弹。它针对的是指挥所、油料库这些高价值目标。这种远近结合、精准与威力并存的组合，才是海马士真正可怕的地方。聊到这里，威廉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会忽略但极其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后勤妥善率。大家知道吗？买武器最怕的不是贵，而是买了之后变罐头，也就是坏了没零件修，只能摆在那边看。海马士采用的中型战术车组5吨级战术底盘，这在美军中是国民车等级的装备，生产了几十万辆。更关键的是，国军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同系列美制战术轮车在服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维修兵后勤体系对于这套底盘的引擎、变速箱、传动系统早就熟到像在摸自家的战车一样。很多人问，为什么不继续研发雷霆2000的底盘？威廉要说一句大白话，在全球化的今天，零件的共通性就是战斗力。当海马士的零件在亚太地区随处可得，甚至汉翔跟中科院具备在地维修能量时，这111辆车在战时的生存力就会大大提升。我们不需要每次都等美国海运零件，我们自己就能修，这才是真正的务实国防。这种看不见的后勤价值，其实比我们多买那几枚飞弹还要值钱。聊到现在，如果我们只把海马士当成一辆跑得快的火箭车，那太小看它了。海马士之所以在乌克兰让俄军头痛，不是因为车跑得快，而是因为它接上了美军的智慧系统。大家关注一下采购清单里的缩写 IFATDS， 也就是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这次我们不光买了111辆车，还买了配套的62套数据系统。同时，在台北大直营区已经成立了联合火力协调中心，美军还派了常驻人员。很多人不理解，美军派人来干嘛？帮我们修车吗？当然不是，这些人和系统是为了把台军的海马士直接串联进美军的联合数位火力系统。在传统炮兵逻辑里，发现目标、回报坐标、指挥官签字、下达指令、炮兵瞄准，这流程走完，对面的人早就收摊了。但有了这套系统，情况彻底变了。当美军的侦察卫星 RC-135 电子侦察机或是无人机在几百公里外抓到目标坐标时，数据不需要经过漫长的行政作业流程，透过 IFATDS， 目标坐标可以实现 S 级同步，直接出现在海马士的操作萤幕上。也就是说，操作小组可能还没亲眼看到目标，电脑已经帮你算好参数了，发射手只需要按下按钮，剩下的交给导引系统。这种从感测器到射手的闭环，意味着海马士已经变成了美军全球情报网在台海前线的一个远端执行终端。所以将我们绑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上，这才是这笔订单最值钱的部分。以前国军是自己看自己打，视野受限于自己的侦察能力。现在透过海马士，我们实际上是共用了美军的部分战场感知，这种数位化、网络化的能力，让我们完成了从单纯对抗到资讯主导的战略转型。说了这么多，这111辆车部署下去，台海的火力地图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是覆盖全境的防卫圈，海马士将编入3大主力军团，北部的第6军团、中部的第10军团、南部的第8军团。如果你在这些地方部署海马士战术飞弹，你会发现许多关键地区的港口、机场几乎全部落在300到500公里的红圈里。
这种威慑不是为了乱开火，而是要增加对方的作战难度。如果你知道部队在集结时，随时可能从天上掉下一枚精准飞弹，那动员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巨大。至于备受争议的外岛部署，比如澎湖、金门、马祖，部署在澎湖，就像在海峡中线架了一把狙击枪，但金门、马祖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距离太近，海马式完全暴露在对方的远程火炮覆盖下。在没有纵深的小岛上，海马式这种靠机动换生存的武器，很容易在第一波打击中受损。所以外岛部署更多是一种心理博弈，到底是奇招还是死棋，得看战时的协同配合。讲了这么多优点，威廉还是要适时泼点冷水。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武器，作为军事科普博主，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海马式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电磁干扰，海马式极度依赖 GPS 讯号，在乌克兰战场后期，因为干扰严重，海马式的准头确实受到影响。如果 GPS 被屏障，火箭弹只能靠惯性导航，误差会从5公尺扩大到上百公尺。在台海这种电磁对抗极度密集的区域，抗干扰能力到底能发挥几成还是个未知数。其次是反导拦截，对方的防空体系也在进化。对于火箭弹和战术飞弹的拦截手段非常多，111辆车听起来很多，但如果突防率被压低，实际效能就会打折扣。最后是时间问题，采购案显示，第二阶段的82套要到2031、2032年才能交完。大家想想，战场环境变化太快了，未来的无人机群、卫星侦察会进化到什么程度？在2026到2028这个敏感窗口期，我们实际能用的海马式其实只有首批的29套。这段时间的火力空窗期如何弥补，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当然，俄乌战场后期，俄军的电子干扰让海马式的精度下降，这是事实。因为海马式的 GPS 导引会受到噪声干扰，但大家别忘了，台湾采购的是最新版本的软体，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跳频技术，而且当 GPS 被干扰时，海马式会自动切换到惯性导航，虽然精度会降到10几公尺，但对于打击大型码头或集结地来说，这点误差依然在可接受范围内。真正的博弈是我们如何利用海马式的机动性，在对方的干扰网中寻找那一瞬间的开火窗口。这不是单纯的武器对抗，而是一场看不见烟消的电磁大战。好了，今天关于海马式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透过拆解，大家应该看清楚了，海马式入台绝不是买几辆卡车那么简单，它是把台湾的防御体系接入了最先进的体系架构。它用111这个震撼的数字，宣告了台湾陆军火力的转型。在威廉看来，武器终究只是工具，海马式能不能发挥100%的战力，不只取决于那几千枚飞弹，更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战术韧性。国防不是靠买几件网红武器就能搞定的，它需要每个环节严丝合缝，从卫星情报到发射手的手指，这中间凝聚的是无数人的努力，以及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守护。你觉得这111辆海马式顶得住未来的压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理性探讨。如果你喜欢这种不讲口号只讲逻辑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是威廉，我们下次再见。